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，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，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颓势，或者说加重这个颓势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从2015年开始，中国的经济就发生了明确的变化，整个世界开始在剥离，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具体的行动。我们知道一些消息，不确定的消息，正在一个一个的被验证。不仅仅是我们知道的耸人听闻的，像间谍案这样的，其实还有一些是涉及到中国在海外的这些行动，包括中国的设备，许多国家已经不再为它提供便利了。譬如说手机，华为最新款的一些手机，在欧洲就已经不太可能使用谷歌商店了。虽然他还在努力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成效。那么中国还有一些设备被别人关闭了以后，可能大多数人还不知道，没有人宣传。这些信息一个一个的被验证，只能说明一点：中国与整个世界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。那么随着中央政权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混不下去，就自然会带来经济上的问题，因为所有的政治问题背后都是经济。中国曾经融入国际经济循环，现在正在被逐渐的剥离。那么它就产生一个问题：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垂直管理，一杆子捅到底，甚至在公安部去年就开始了摸排，然后发起了一个打黑除恶、争夺基层领导权、重建基层党组织的这些行动，伴随着中共自身在清党，他们在强化对党员的教育。这都说明了一点：中共他是有预案的，他自己心里就很慌。甚至习胖在出访期间在国外发表的演说，其中有一段：任何人搞分裂都会粉身碎骨。这个话不仅仅是针对港澳台的，他对自己没有自信，他认为在中国不能出现国中之国。那么有这些前提在铺垫，为什么还要认为中共能够一成不变地保持他的管制，让全国一盘棋都能服从他的调遣呢？就凭他三天两头的开会，加强基层党组织，更换省部级大员，频繁地进行调动，这都是表象。本质上，这个政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，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不稳定的因素了，内因外因都有。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应该是内因，对吧？外界只是压力，内因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许多人说中国不会出现割据，省委书记调动不了兵，现在不是大清，也不是民国。大清过去才100年，国民政府迁台到现在不过也就70年。即便中共建政了以后，内部的问题始终也在调整。
我们知道1952年有一个五马进京，是吧？后来人们更熟悉的是高岗饶漱石成立了反党集团，或者被打为反党集团，高岗自杀了。那么五马进京带来的一个标志就是地方没有分散的权利了，就有点类似于推恩令一样，5个局全给你撤销了，包括当年其实还有6大军区。到了1955年，把你分割成12个军区，一直到1985年，把它调整为缩编为7大军区。2016年，把它又重新变更为5大战区。中国所有的这些调整，都是因为内部的管理权。现在在台上的这个习胖，有2件事大家不要忘了。因为同治回乱，陕甘临清的汉人被杀完了，习胖这一支是从河南迁徙到陕西富平的。那么第二个，五马进京的时候，其中有一马就是习仲勋。他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些问题吗？无论从他的祖辈还是从他的父辈，他都深深的知道，地方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中心。五马进京是他父亲政坛开始跌落的一个开始。他要是不调到北京来，也不至于后来给关到秦城。他贴近了中央，麻烦随之而来了。他就不想出头，也保不齐别人把他推出头，让他去顶个雷。2016年，习胖调整7个军区为5大战区的时候，其实也有这个打算。2015年开始调整，2016年2月份正式授旗。战区制并不是始于他自己的想法，早就有人提过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是为了集权。那么原先的军区制，包括军区野战部队、军区的警卫部队、预备役部队、民兵，它是混同在一起的。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，所有的军区主官都是陆军，跟我们今天看到的5大战区不太一样。5大战区现在的领导人从双首长制，是吧？司令员和政委。那么在这10个首长中，出现了海军将领，出现了空军将领。现任的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的司令员、政委就有空军上将。很明显的，所有的这些调整都是为了切割，都是为了斩断原先的这种军区制跟地方之间的密切联系。我们看到从军委到下面一系列办公部委办局，是吧？7个厅和部，还有3个委员会。那么其实从这些虚的你来看，看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双系统。除了5大战区以外，跟它并行的是战略支援部队、火箭军、海空军、陆军。他把所有的军事力量开始分摊了。
管理权，就实际的管理权，从原先的7大军区变成了5个部，就有5个军种和5个战区。他认为这种管理更加的明确了军队就是打仗，战区就是主战部队，各自负责一个方向。那么他是不是已经切断了军队和地方的联系呢？可能他认为是，其实不太像。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军队，尤其是中共建政以后，他经历过几次的反复。刚开始建政的时候大概是550万左右，他开始缩编，缩编了以后出现了朝鲜战争，又扩编，扩编之后朝鲜停战了，再缩编，中苏交恶以后扩编到600多万。当年的宣传是7亿人民7亿兵，那个时候的民兵都是发增强的到了80年代开始改变了，开始收强了，然后地方上又开始有一轮强化地方领导配枪制，基层的警力也开始增担实枪，真枪实弹了。那么前2年我们看到习胖上台以后又开始缩编了，甚至基层的派出所只能保留1组武器，2把小手枪，1把长枪，多余的武器都已经上缴了。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不让地方甚至警方掌握太多的武器。中共始终有这种担心，非常害怕地方与他离心。那么我们已经知道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了，从去年开始说它是负增长，应该大家都会信，说它哪怕增长1个点你都不一定会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能保证中央政府与国际社会的这种交换物资交换，是吧，背后的勾连，如果说出现明显的切割，那么地方的封疆大吏为什么不能跟军人联系在一起呢？其实中国的管理团队中，你同时可以看到2个系统，一个是军队系统，一个是党校系统。那么党校系统的毕业生里面，很多人本来就是军人，而且正因为中国在军力扩张的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反复，所以中国的退役老兵本来就很多，不是每个老兵都去上访的，很多人都已经混入了这个体制。在升迁的过程中，总有一些人在纪念8·1建军节。其实他们通过这种交往，是让自己不忘记青春的同时，也在拉拢一些人脉。军地两用人才，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，实际上你现在在地方看到的官员，有许多人他跟军队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本身是军人的，曾经是军人的，或者他的亲属中有军人，长辈中有军人，太多了。一旦中央政府在国际社会中混不开了，那么各个地方，长三角、珠三角、老少边穷地区，是吧，都会离心，这很正常。真正认为中国现在各个省的封疆大吏说是没有能力对抗中央，那只是你看到的现在，这是和平时期。一旦出现动乱，那就不是你能考虑的了。
没有一场战争是按照预案打响的，包括当年的辛亥，没有计划，就是一声枪声。所以中国的地方脱离中央，中央形不成实质的对全国的管理权，这是由经济不堪重负造成的。如果你继续在国际经济循环中，那么你还有能力通过源源不断的与国际社会进行物资上的交换，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筹码，来试图让你的子民，包括这些封疆大吏，都能对中央有一种敬畏。就如同我们看到的国防部只是在纸面上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国防部部长，我们也知道有国防部的发言人，但是除此以外你看不到国防部的影子。因为无论是5大战区还是这些军兵中，他的管理部门，他的上级都是中央军委。中国是一块挂着政府牌子、国务院组成部分的这种军事力量，你可以把它简称为党军。那既然它是党军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它跟党的队伍、党的官员是混同在一起的。所以他们现在有联系，之前有联系，今后还会有联系。当各个地方认为中央已经没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，他们就会在一起勾连。这些勾连甚至不用自己出面，通过亲属，通过家人，通过部下，通过战友，通过同事，通过老乡。中国有一整套的监控系统，但它首先是对内的。中国的管理团队一直把人和民是分开的。可以说3000年来中国的管理系统中，他称之为人的是士大夫，是官员，甚至是将军。你我在他的眼里叫民，连人都算不上。今天的中国，你看起来和平，但是和平不会长远。如果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压力，在经济上保持以它若即若离的同时，在不断的撤离、不断的撤资，最后它是玩不转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保卫他们对全国的统治。地方政府的离心，甚至为了抢夺政治资源、经济资源，对外做出一些协议、密约，甚至明确的发出对中央的质疑，都是很快就能见到的事情。以目前的状态，不过也就是1年半2年的事儿，不用为这个东西去争吵。没有一个制度能够长治久安，人家都在调整，包括现代民主社会都在不断的进化。那么共军他妄图打造一个千年帝国，要永久执政，这就影响到了大多数人的权益。现在在大陆，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政权不好，你没有这个胆子。那么习胖他要搞终身制，他跟袁世凯当年当洪宪皇帝一样，他封堵了他所有下级的晋升之路。那么你想往上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他死。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下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跳出一个人来帮他去死。中国的变乱是一定的，但没有人可以猜到
它是怎么开始的。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一个大的概率，一个大的趋势，但是不要试图去做大仙。在这个国家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，甚至只要你跟他有一定的关联，你都不会让自己感觉到安全。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与你无关，那应该是一个错觉。其实只要你生下来是一个中国人，你这辈子都脱离不了这种烙印，无论你走在哪一个地方。不是说你非要尽什么责任，而是你真的没有可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。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和平、美好、向上、奋进、勤劳、谦逊，受到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尊重的这个国家，走到哪都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别人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为此而骄傲。现在除非你有足够的幻觉，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敢这样说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面临到的情况。那么整个社会有没有改变中国现状的基础呢？那我认为是有的，而且如果要改变的话，可能就会从各个省开始。有一个省开始不听话了，中共对中国的管理就会分崩瓦解。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，他们从来就没有那么强大过，如同落到一个苏联一样，是吧？走着走着，忽然就没了，大家都认为非常突然。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今天的中国看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要大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在各个方面都能跟西方社会进行较量。他的对抗是实力之间的对抗，他都没玩下去，那你凭什么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结合上中国的王权政治，就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呢？其实中国的变化不是你我说就能改变的，趋势很明显，而且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。只是我们并不期待这次变革，这是一个个人意志无法阻拦的变革，但它一定伴随着腥风血雨。希望大家都能尽可能保重自己。活久见。